所以呢，我在这边只能先大胆预测，毒奶一下。我认为呢，最后的冠军有可能会是南开高热，爽就站起来啦！大家好，我是台湾二男。2025春季冠军杯进行到现在只剩下4支队伍了，分别是夺冠呼声最高的胜者组 MOG 和 Flyout， 以及从败者组一路杀出重围的老烟枪，即将对上的是在胜者组第1轮就曾经击败过他们的交给西北。那么在这些队伍当中，究竟哪一支队伍能够杀出重围，夺得第2季春季冠军杯的冠军呢？在开始预测冠军得主之前，我们先来回答几个在比赛时聊天室里观众常问的问题哦。第一个问题，这个版本似乎和现在的游戏版本不同，选手们使用的是比赛用的伺服器，这和大部分的电竞赛事相同。为了公平性以及赛事的稳定性，会将游戏版本锁在某一个版本来进行比赛。对于选手们来说，也更方便练习，不会在版本更新之后需要重新适应比赛的节奏和变更选角套路。比赛的这个版本是在 T-Mac 历经第1次削弱的那个版本。如果你们还有印象，那时虽然有过1次削弱，但那时这个角色其实还是非常强势。所以你也会在这一次的比赛中看到，几乎是每一场比赛都会出现 T-Mac， 这也造就了一个问题，那就是第2个问题。为什么阵容都长得一样？刚才前面提到，因为这个版本的 T-Mac 还是相当的强势，所以为了防守 T-Mac， 需要一个强劲的2号位来看死他。当时能够看死他的就只有2个角色 ，Jimmy Butler 和 Jaylen Brown。然而，如果你抢了 T-Mac， 你就必须得承受对面出不管是上一个版本或是现今版本最强的1号位 Stephen Curry， 再配上另外一个最强的2号位，这也造就了为什么几乎1、2号位的选角都长得差不多。那第3个，感觉这些选手们玩的好像不是很好。全明星接球派对这个游戏绝对是一个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的游戏，尤其是3排啊，3个人都有沟通默契的情况下，在一个回合当中，你看起来可能只是对方放空进了1球3分。有很多的操作和细节是需要你去回放影片细细品味，你才会知道在那个瞬间他们同时做了多少事情，下了多少判断。好的，那么在这种等级的赛事上呢，每一个扣加速的时机和目的都极其重要，而且如果你开了加速，你也必须要让队友知道你交了加速，来让他接替你开加速去进行补防。举个例来说，我们来看看接下来这个回合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好，这里呢，小博直接甩出去了一个空位3分，结果没有进，被小燕儿抢下篮板。这个时候呢，你可以看到 Jaylen Brown 呢，他接到3分，感觉准备要出手了。小博呢，想要过去补防，但是啊，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个小失误，就是呢 ，LeBron Jr. 已经开了加速，而且他还交出了 Dash。这个时候呢，小博他也开出了加速，结果就是呢，他把球分给 Moggy 的时候 ，Moggy 来了个假投。那大家都知道 ，Stephen Curry 在假投之后呢，会有个加速的效果，再加上小烟儿的恶心的移卡所以这个时候呢 ，Stephen Curry 加上他的跑动技能，直接就把已经交出加速的2个人呢甩到天边去，让 Moggy 投出了这个制胜的侧3分了。那这个就是呢，我说到的，在外行人来看呢，你可能只是觉得哦，他们漏防了，但你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会漏防的原因，就是因为啊，这个交加速的时间点实在是太细节了，所以哪怕是一个沟通失误就好，也有可能让比赛走向完全不同的局面哦。如果你不相信，换你找2个队友上去跟他们打，你就会知道被海 K 一顿是什么感觉啊。好了，那么讲完大家比较常遇到的问题之后，来聊聊我自己对这一次比赛的看法。这一次的赛事中，你为什么看不到像上一季的 VB 和可可华克一样的压倒性发挥？我认为有很大的原因跟版本有关系。在比赛选手基本功差不多的情况下，这2支的3分得分能力都很难单防，变成有时候中锋需要出来帮忙补防，守3放2的情况下，里面自然就放给他去了。这个版本可以说是彻头彻尾的中锋版本哦。你可以在好几个对局中发现，中锋要做太多事情了，要得分，要补防，要抢板，要挡拆，要移卡，所以中锋的强弱很大的程度上会决定哪一个队伍能够走多远。芝士和 LJ 这2个不管在哪一个游戏中都是中锋毒瘤，他们有多强，众人皆知。那应该是轮不到我来吹他们啦。那到底目前这些队伍的中锋跟我刚才前面提到的芝士 LJ 差在什么地方呢？我认为差在即兴发挥和心理博弈的能力。在这一种高强度的赛事中，稳定的发挥固然重要，
但很多时候会有不如预期的状况发生，例如被动超、队友被晃倒补防等等。这个时候就需要即兴发挥和心理博弈的判断。那回到现在的比赛，我认为整体打下来跟顶级中锋差距比较小的是老烟枪的 Kurumi。好的，那么我们先来看看以下这个回合老烟枪的 Kurumi 有着什么样的一个发挥哦。好，那首先这一波进攻呢，球是先交给了对面的迷头文班，也就是他们的 Nowitzki 先来打。那这个时候，大家可以看到 Kurumi 他站的位置呢，是站在一个 Nowitzki 没有办法舒服出手的位置哦。那不管是要防他的3分也好，或防他的2分也好呢，这个位置都是一个可以能里能外的位置。接下来呢，他为了要提防这个 Nowitzki 突然来一个被打，所以他一样是站在这一个可以同时去补防到的位置。但这个时候，当他把球分进去的瞬间呢，马上就直接往篮下龟缩，然后直接给他来一个侧面的封盖。所以不管是在站的位置上面，或者是说他判断对方传进去要打掉这波进攻的时机来讲，这一波呢都堪称是一个教科书级的典范。好 ，Jaylen Brown 捡到了球，这个时候呢，他开始尝试开大，要晃倒他们1号位2C。在这种时候，通常我们会怎么下判定呢？有可能你会觉得说啊，那个 teammate 搞不好会被他的大招吃晃，所以你就会跑出去补。但你跑出去补了，你就有可能会漏掉里面的这个中锋。所以最后我们来看他下了什么决定哦。这个大概只有短短的0点几秒，你就需要做出这种判断。我觉得这一球真的蛮屌的，我们来看一下。好，在这个地方看到他准备鬼切进来之后呢，他直接一个毫不犹豫往篮下龟缩，连犹豫都没犹豫，直接站在篮下的位置，然后最屌的来了，直接鬼猜2点，哇，这一波操作真的是神啊！不过这一球呢是蛮可惜的，虽然蛮可惜的没有补防到这个1点，但我觉得刚这波进攻呢就完美的呈现了什么叫做即兴发挥的重要性哦。好的，那其实呢，目前啊这4队的实力都非常接近。我们讲了那么多呢，我认为哪一队能够夺冠呢？我先说啊，我心里面啊绝对是支持这个交给西北这一队的，毕竟我们红色学校一家亲，肯定要支持我们的卤肉饭冰冰。哎，有押韵呢，蛮屌的。但有一说一，就目前的比赛内容来看，有2个角色是 X 因子，一个是这个版本的超级狗脚，在精英赛决赛 Day 2大放异彩，在这个圣诞大战的版本最强的存在，3分2分命中率奇高无比，切入扣篮能够甩开中锋8条街的 Jaylen Brown。 不管是你要他来一个致命的关键3分也好，他绝对不会漏掉3分，或者是你要他在最后关键绝杀时刻来顶着控卫的脸出手也好，他也可以给你顶着干扰进球。甚至是如果你看到中锋跑出去，你想要来惩罚中锋，想补防外线，你也可以直接用超快的3步扣篮，直接赏他一个 Thank you very much。 这就是在这个版本当中最恶心的存在，也就是我刚刚提到的 X 因子 Jaylen Brown。 那么另外一个 X 因子呢，就是 Adebayo。 我在这边呢先大胆预言，得 Adebayo 者得天下。为什么我说 Adebayo 是 X 因子呢？因为他的外线补防效率比 Gasol 和 Olajuwon 都更好。虽然少了禁区的360火锅，但是在这种守3放2的局，给你360火锅呢，老实说是无用武之地啊。再来是在这种常常拆弹顶头的环境当中，抢板大招几乎就等于是一个球权。最后因为双方都在守3放2， Adebayo 的接球下顺，抛投速度快，又不会打铁，最鸡掰的就是那个拍球，我就不说了。所以就上述这点来看呢，老烟枪啊这队是我目前最看好的队伍，因为他们有着目前比赛里面最顶的 T-Mac 2C， 还有 Kurumi 除了有一手命角 Adebayo 外呢，也是一个很常超凡发挥的3号位。讲到这个地方，先等等，其他队伍请你们也不要生气。这个版本呢，让所有队伍的差距变得很小，所以呢，这个只是我透过观察这个精英赛决赛的2天的比赛当中呢，得出来的一个结果。当然，实际上呢，有可能会在这个礼拜的团练当中呢，发生什么变数呢？这个我不知道，所以呢，我在这边只能先大胆预测，毒奶一下。我的排名呢，显示在这里。我认为呢，最后的冠军有可能会是老烟枪，亚军呢可能是 NOG。
第3名是 Fly Out， 最后1名呢就是西北。那么以上呢就是我对这一次春季冠军杯的预测结果啦。那当然呢，以上我所说的各种内容呢，都是我自己的个人浅见。如果你有不同的想法，或是如果您有高见，也欢迎你在下方留言提出来，让我知道哦。那么春季冠军杯的赛事预测的活动呢，即将在1月21号开跑。各位观众，跟着尔南买别墅靠大海，就靠这一波翻身了，好不好？如此精彩刺激的比赛，你各位千万不要错过，绝对不要忘记！全明星接球派对2025春季冠军杯总决赛将于1月25号下午2点，在官方 YouTube、官方 Facebook、官方 TikTok 都有直播，找上你的家人好友，一起来见证最终将由哪一支队伍 Race to the Top 重新定义金春的冠军吧！那么今天这部影片就到这个地方啦，我们下部影片见，大家拜。